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金掌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衣服分为身体、胸片、袖子、连接、袖边、钩边和纽扣几个部分。其中胸片又分右前胸片、左前胸片和后胸片。先钩织身体去，完成后往上依次钩织3个胸片去，接着钩织袖子，完成后连接前后胸片的肩部以及袖子，然后挑袖子一侧钩织袖边，完成后沿着领口、门襟和下摆绕圈钩边，最后在领口拐角钩织扣眼并安装纽扣。先来钩织身体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来回往返向上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短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棉线进行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。先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锁针。我想让针数随意。完成后起针就钩好了，接着钩第一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。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接着钩1针锁针间隔。往下，在此时右往左数的第8个锁针位置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挑锁针的辫子上方1根线，钩3针长针。这里我将3针长针看作一个叶片，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，接着往左跳过3针锁针，在下一针位置钩1个叶片，1针锁针间隔，后面继续跳过3针，钩1个叶片，1针锁针间隔，再跳过3针，钩1个叶片。往下需要钩织11针锁针，
然后挑下方叶片边缘一针长针的针目，挑其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织一针短针。我将锁针和这个短针称为镂空花样。往后分别跳过3针钩叶片，叶片之间间隔一针锁针，按照这个规律，先钩织6个叶片。完成后，在第6个叶片上方钩织镂空花样，也就是11针锁针。然后挑边缘长针，针目靠前一根线和左侧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完成镂空花样。将6个叶片和镂空花样的位置看作一组钩织规律，往后按照这样一组的规律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组，剩余继续控3针钩叶片，叶片之间间隔一针锁针。钩完这个叶片，往下控2针，挑最后一针的位置钩一针长针。此时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往下挑相邻锁针动眼，钩织2针长针。这里也相当于钩了一个叶片，只是开始有起立针，这里钩法特殊。往下分别挑1针锁针的动眼钩叶片，叶片之间间隔1针锁针。钩完这个叶片，往下遇到了镂空花样的位置，先钩织5针锁针，然后挑花样的锁针大洞，钩一针短针，接着钩5针锁针，后面继续挑1针锁针的动眼钩叶片，之间间隔1针锁针。往后遇到镂空花样位置，按照这里的方法钩织，其余位置对应钩叶片，叶片之间间隔1针锁针，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到最后一个锁针动眼处，挑动眼钩一个叶片，
此时第2行完成，接下来钩第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样算作1针长针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往下钩1针锁针间隔，后面调锁针动眼对应钩叶片，之间1针锁针间隔。往下遇到5针锁针的大洞，先钩织5针锁针间隔，然后调大洞钩1针短针，接着调左侧短针的位置，挑其针目，钩1针短针，相邻继续调锁针大洞，钩1针短针，然后钩5针锁针间隔。往后叶片之间的锁针动眼对应钩叶片，叶片之间间隔1针锁针。遇到之前镂空花样的上方，分别调短针和左右的锁针动眼钩短针，短针与叶片间隔5针锁针。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锁针动眼，继续钩1针锁针，往下调边缘起立针的位置，在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钩1针长针，这里调锁针的2根线，入针钩织。完成后第3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的第4到10行，叶片位置对应钩叶片，镂空花样上方对应钩织短针，短针与叶片之间都是间隔5针锁针。这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完成即可。完成后，此时大家可以参考图纸比对一下尺寸。测量高度时，建议在叶片区域织片较为平整。如果尺寸相差较大，建议调整手松紧或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。这里前10行正好为一组完整的花样，往后大家按照一组花样的钩织规律循环钩织即可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身体剩余行钩完。钩的过程中遇到线不够时，可以打结接线，拿起新的线与之前的线预留一点线头后打结。接头贴近织物的位置，往下继续钩织。线头暂不处理，此时身体区域的钩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接下来钩织胸片部分，这里接着之前的线，首先钩织右前胸片，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胸片的腋窝一侧需要减针，领口一侧需要控针和减针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减针、3卷长针、长长针、中长针和拧拔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钩织第1行，这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，先参考图纸钩织到结尾短针减针的位置前，
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相邻短针位置和左侧的锁针动眼，钩织短针减针。钩完剩余不钩织，此时第一行完成，接着钩第二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。这是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。往下跳过短针减针的位置，挑左侧短针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相邻挑锁针动眼，钩一针短针。后面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叶片，此时第二行完成，后面的第3到4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钩织第5行，先参考图纸钩织到结尾3卷长针的位置前，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边缘短针的针目，钩织3卷长针，钩针绕3次线，穿入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4次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完成3卷长针。此时第5行完成，后面的第6到24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钩完即可。完成后钩织第25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开始需要进行镀线，先拉大钩针上的线圈，然后将线团或者织物从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线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往下找到左侧9针短针的位置，在从左往右数的第2针上入针，将线拉过来勾出，稍作调整，这里拉的线不要太紧或太松，与织物齐平即可。往下钩织6针锁针，后面大家直接参考图纸，将这一行剩余钩完即可。完成后钩织第26行，先参考图纸钩织到结尾长针的位置前，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边缘的锁针动眼，钩织长针，钩针绕2次线，穿入动眼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，1次、2次、3次，完成长针。同时第26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，后面一直到倒数第3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完成后钩织倒数第2行，同样我这里用小样做演示，开始需要镀线，先处理好线，
之后参考图纸，在对应的锁针洞眼里入针，将线勾出，稍作调整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洞眼勾1针中长针，1针长针，后面大家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1针，此时倒数第2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最后1行的方法，先参考图纸，钩到还剩3个锁针洞眼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相邻洞眼，钩1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和1针短针。完成后钩织3针锁针过渡，然后挑下一个洞眼，钩1针拧拔针。这里拧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图解用椭圆形的点表示。最后断线。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，这里身体第1行针法纹理整齐的这一面是织物的正面，反之则是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其余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此时右前胸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按顺序，到了后胸片的位置，这里胸片2侧的腋下都要减针，之后不加不减钩织。到了肩部的位置，需要分开2侧单独钩织，接着之前的线先钩织一侧，完成后再接线钩织另一侧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则往下我用小样教大家一下接线的方法。先拿起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然后参考图纸，在对应1针的位置入针，将线圈勾出，稍作调整，往下参考图纸钩织对应针法即可。这样接线就完成了。最后再将所有的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就可以。此时后胸片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着讲解左前胸片，方法与右前胸片相似，只是减针的方向正好对称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此时胸片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钩织袖子共2个，方法都一样，先锁针起针，之后钩织对应的花样。前半部分的2端需要加针，通过增加叶片来形成加针的弧度。后半部分2端需要减针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此时袖子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
往下进行连接，这里先连接前后胸片肩部的位置，然后再将袖子的对应区域进行连接，最后安装到袖洞的位置。首先进行肩部连接，这里连接时要将前后胸片的反面朝外，肩部的位置对应，然后从一端边缘连接到另一端边缘。往下我演示一下连接的方法。先在一端挑边缘的锁针洞眼，入针接线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下钩织3针锁针间隔，接着挑下一个锁针洞眼，钩一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后面继续钩3针锁针间隔，挑下一个洞眼，钩不拉紧引拔针，3针锁针间隔，之后调这一行边缘的一针位置，钩不拉紧引拔针，往后继续参考图纸，挑对应位置钩织不拉紧引拔针，引拔针之间间隔3针锁针。最后的间隔锁针是2针，钩完最后一针位置，断线并缠线即可。连完后看一下效果，如果连接位置洞眼比较大时，可以根据情况重新连接，调大洞的位置多连接1到2次。另一侧肩部按照同样的方法连接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往下讲解袖子的连接与安装。开始先将袖子的反面朝外，并对折，然后在加针的这个区域进行连接，从起针的一侧接线，然后按照肩部连接的方法，分别调每行的侧边一针或者洞眼，对应钩不拉紧引拔针，之间钩织3针锁针，一直连到袖子最宽处的位置。之后减针的区域需要安装到袖洞的位置，将袖子最后一行的居中与肩部的连接位置对应，下方连接处与腋窝处居中对应，往下挑袖子与前后胸片分别连接，连接的针法都一样，入针时挑大概对应的位置，也就是差不多3针锁针长度的位置，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，只要连完后织物平整美观就可以。连完袖洞在腋下的位置，钩引拔针固定之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这就是袖子的连接与安装方法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下来讲解袖边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找到袖子的连接位置，
在左侧锁针的动眼处接线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往下钩织3针锁针间隔，后面分别挑叶片之间的锁针动眼，一对应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间隔3针锁针，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锁针动眼的短针，往下调大致对应的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最后在开始短针上调针目、领拔。这里竖向的小辫子是起立针，左侧横向的辫子就是第一针短针的针目。入针钩一针引拔针，这里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针。此时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往下分别调锁针动眼，钩2针短针。遇到短针位置，调针目，钩一针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锁针动眼处。钩完锁针动眼，往下是2针短针的位置，在这里钩织一针短针减针。然后挑第一针短针的针目，钩引拔针连接，拉紧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。先往左挑相邻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带线，稍微拉紧。此时线就带到了左侧一针上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继续钩一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2针长针，完成后往左跳过2针，挑下一针位置钩2针长针，往后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，一直钩到短针减针前还剩2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分别挑减针前的这2针，钩织一针长针，最后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位置挑其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连接，拉紧。第3圈完成，往下钩第4圈。先往左
调锁针动眼，钩一针拧拔针带线，稍微拉紧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同一个动眼继续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和2针短针，后面钩3针锁针间隔，然后调左侧2针长针的中间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间隔，往后分别挑锁针动眼和2针长针的中间入针，钩织对应的针法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，继续往下钩织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钩拧拔连接，拉紧，断线，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绣边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接下来讲解钩边。从身体的第一行起始这里开始接线，然后往下参考图纸，沿着身体右前胸片领口、后领窝、左前胸片领口、身体另一侧以及起针的下摆这一侧，钩织对应的短针，短针之间钩织3针锁针间隔。这里遇到一行的侧边时，就挑边缘的一针或者锁针动眼入针。遇到在针法上方钩织时，就挑其针目入针，期间遇到肚线位置，将其包裹进去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拧拔连接即可。之后的第2到4圈方法与绣边第2到4圈相似，只是部分圈的结尾针法和入针位置稍有不同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钩边完成即可。下面制作扣眼，然后在扣眼对称的另一侧安装纽扣，这里扣眼位于右前胸片领口拐角的位置，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往下我演示一下制作方法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位置随意，先在合适的位置挑对应的针目或者锁针动眼接线，然后钩织18针锁针。如果想要调整扣眼的大小，可以根据喜好增减锁针数。完成后，挑接线的位置，钩一针拧拔针固定，并拉紧。接着，将线从下方绕到锁针动眼的右侧，往下立一针锁针起地，然后调锁针动眼，钩织16针短针。如果之前调整过锁针数，可以根据情况调整短针的数量。最后，挑开始短针的针目，
钩一针拧拔针连接，这里拉不拉紧都可以，然后断线。此时扣眼就制作好了，最后在扣眼对应的另一端拐角的位置缝上一颗纽扣即可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扣眼与纽扣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